本期和大家聊的机械师 K500F 这把键盘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，这个键盘怎么越看越眼熟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 K。最近收到了机械师的 K500F， 在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结合价格来看，还是一款蛮有诚意的产品。K500F 一上手啊，这个外观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大家别误会，这个外观肯定不是抄的，是正儿八经的买了模具的。有一说一，这个模具的颜值还是比较耐看的那种，没有办法说它很好看、鹤立鸡群，但看久了也不会觉得它很腻啊，是一个蛮中性的外观。那在外壳部分，这一次用了半透明的磨砂，在上盖的反向护层的中间有一圈亮面的抛光，侧着看还是非常有层次感的。那在边框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机械师 slogan 啊，两侧的话还是标志性的充电接口，还有开关啊，还有这个 2.4G 的收纳槽。那好处就是可以节省一部分桌面的中墙空间啊，可以适用于一些桌面前方空间比较小的场景。那缺点就很明显了，比较挑线材嘛。一般的直插线用的话是比较麻烦的，需要做一个转角。当然也是考虑到这一点，标配了一根 L 型的线材。但这个线的话，大家就要保管好了，如果丢了的话还是蛮麻烦的。在市面上又要花钱去找平替，也没有直角线那么好找。背面的话一圈，因为是透明的底壳嘛，底下的硅胶是能看过去的，所以机械师在这个硅胶上也是做了一定的设计，做了不少这个机械元素的点缀。但可能因为我这个是样品吧，中间这一个贴纸这里还是白的，就没来得及贴。大家收到的话肯定不是像我这样的。然后前高部分啊，这把键盘是比较薄的，我刚量了一下是在17毫米左右，稍微多一点点，接近18毫米。这个前高的话算是非常优秀了，就完全不需要手托就可以使用的一个水平。我个人能接受的极限就是22毫米以下都不用手托，这个就大家自个有一个自个的标准就 OK 了。配列上啊，机械师 K500F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在右侧这里是少了一排这个数字区的，变成了94键的一个布局。那这个布局呢，就和一些87键差不多了，是蛮适合打游戏的一个配列。那加减乘除这些被移到了右上角的功能区上，以后功能区砍剩了2个，下方一个delete，加起来就差不多3个。那这个配列的话，如果经常使用数字区，像那个汇记没了那个大的零就比较难受啊，还是得适应一段时间的。另外啊，如果喜欢灯光的话 ，K500F 也是有全透的版本，但是得加个30块钱，也就是299。当然全透明的壳子大家也知道嘛，就非常容易脏，也容易沾指纹，这个就难免的。怕的话还是可以考虑像我这种实色的版本，还便宜30块钱，会相对的耐用不少。观感上看的话，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。透明的话，感觉最近大家也是有一点审美疲劳了。这把键盘的颜值巅峰其实是在打开 RGB 之后。空格位置的话给到了5颗灯座啊，开到120以上的快门才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频闪。因为这款轴体是带导光柱的，所以这把键盘的灯光是比较聚集的，不会发散到整一块面板上，这个也算是一个灯光风格上的差异。那键盘的固定方式呢，是通过底下的8颗螺丝来固定，这对于拆解就非常友好了，可以很轻松的做到无损拆解。在内胆上一共给到了4层填充，底下和中间的面都是白色乳胶，整体的填充还是蛮扎实的。但是在硅胶上给到了一定的刀法。那硅胶刀法这个东西呢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主要影响的还是键盘的这个上手的分量感，也就是重量。那这种材料只要给到了，就会很暴力的去消除这个外壳的共振。那手感方面啊，因为这个 PCB 是有做一个区域性的开槽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出来还是比较柔和的。那如果说这把键盘的内部啊，哪里有让我不满意的地方，那就是这块电池啊，是只有3节毫安时。对于这种大配列的键盘，并且灯珠还比较多的键盘，参考以往的这个 BYK 916加上3632的双主控方案，那这个方案的话，我估计关灯续航时间能跑到160个小时左右也是这套方案的一个正常水平。颜值的话，这里简单给大家放一下。那轴体方面啊，我这一款是 GR 子轴啊，提前大段落的一款轴体，我看着是有点像高特代工的。触体的话，总有一种蒸汽波的味道，声音是比较大的，触底反馈非常明显，无时无刻的触发63颗触底，
配合键盘本身的填充出来的声音，我觉得还是蛮好听的。对我来说是一款综合性比较好的轴体了。这样一圈看起来，这把成品键盘269的价位，机械师能在这个价位给到的东西它都给你了，轴体很好，灯光也不错，键帽做的也 OK，甚至还是一个3模无线的键盘。那就我个人来说，我肯定还是喜欢这个磨砂的外壳。至于加30块钱的全透版本，那个就适合一些女生或者是非常喜欢灯光的朋友了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给点个赞和关注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